一听到这些音乐，大家的神经是不是都会跳一下？还有这些。The next station is Shibuya。喜布亚涩谷这个天下第一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对全球年轻人有这么大的魔力？密集、赛博、刺激、失序，带着一种末世降临的癫狂感。这里简直就像现实世界的一个巨大虚拟结界，怪不得连《咒术回战》都要把涩谷事变做成独立章节。官方还专门做了涩谷事变的地图，把西布亚109、涩谷站、涩谷 Hikarie 这些地方都标了出来。但问题是，今天这些被重新包装过的时尚坐标，并不是90年代涩谷神话的原始舞台。这里是 Simbiz， 我是恶童，暴露年龄的系列又要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缔造涩谷潮流商业，甚至影响了亚洲流行文化的3位平成魔女，尤其第3位最为特别，也最为反常。当年喜欢他们歌的很多人，差不多都是家里的长辈了。1989年，昭和末年，日本商业上演了诸神的黄昏。号称平成之鬼的三重野康出任日营总裁，刚上任就摆出了我和泡沫只能活一个的借错架势。他的初衷是屠龙，结果把整个经济的脊梁骨都给抽了出来。所以泡沫破裂的过程让无数昭和精英受到了牵连。当时昭和末期，东京的时尚生意基本围绕着 DC 品牌热，就是 Designer and Character 结合的意思，单价动不动就是几万日元。那时候涩谷最重要的时尚地标109大楼还不叫西布亚109，叫什么 Fashion Community 时尚社区109，它在1979年就已经诞生了。原本定位是时尚有钱的年轻精英，但平成之鬼这一记重锤，把这种精英的虚荣心砸得稀碎。可能是为了顺应全新平成时代的到来和纪念成立10周年，母公司东急把大楼改成了西布亚109，但没想到改名也不好使，旧时代那套昂贵讲究带点距离感的生意逻辑完全失效，109陷入苦战。大楼里120家专卖店频繁的去更替，因为年轻人的父母都没有钱了，所以这帮年轻人需要用最少的钱换最猛的刺激。1993年前后，很多女高生大量涌入了109地下1层。到了95年，109的目标人选死死盯住了女子高中生这个群体，然后再搞点街头那些最野最便宜的年轻风格，整个涩谷开始终于变成全亚洲都认识的那个辣妹圣地亚鲁。The next station is Shibuya。这个字是英文俚语 gal， 就是姑娘妹子的意思，用日语念出来就变成了 galu。在90年代，日本逐渐发展成特指辣妹的时尚生活态度，但缔造涩谷独有的商业现象和把文化推到巅峰的，根本不是涩谷和109自己，是平成的3位传奇歌姬安室奈美惠、滨崎步和宇多田光。但还是补充一点，如果没有他们，涩谷可能也会红，但程度嘛，肯定一般般。他们几个牛的地方是让整个涩谷商业从音乐、杂志、店铺、街拍、模仿到气质完成了消费闭环。1995年，伴随泡沫破裂的经济下行，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值降到了冰点，但他们又极度渴望被看到和定义自己。这时候，一个踩着20厘米的厚底靴，留着一头茶色长发、黝黑皮肤的女歌手出现在涩谷的大屏幕上，她成了当时所有年轻人的神级偶像。安室奈美惠，她的出现对当时的109甚至整个涩谷的商业来说，不是歌手这么简单，完全是一张救命药方。这种商业现象直到现在都很难被复制。安室奈美惠1977年出生在冲绳那霸，92年在组合出道，95年和小室哲哉合作以后，安室彻底起飞。96年的 Sweet 19th Blues 成了超级大热专辑，是他音乐生涯里的巅峰之作，首周就创造纪录，卖了190万张，累计销量高达336万张。97年的 Can You Celebrate 总销量超过229万张，成为当年日本单曲销量总冠军。这些作品把他推上了日本一线的宝座。安室打破了旧时代偶像的特有模板，极强的都市感、利落的身体感和成熟的舞台控制力。不仅是音乐作品，他还创造出一个安室时代的现象。9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词 AMURA，
就是模仿安室的穿搭、发型、妆容，一群年轻的黑辣妹，黝黑的皮肤，细纹眉、厚底鞋、泡泡长筒袜、迷你短裙。但在安室时代，真正带爆商业的不是这些流行单品，是我穿成这样，我就是某类人的身份标签。周六安室在电视上穿一双新靴子，周一涩谷潮流杂志 Egg 就会出街拍，周三109店铺老板会拿着杂志去工厂下单，下周五同款鞋就能摆在109的柜台上。安室给了那些出身普通甚至叛逆的女高生一个强有力的身份标签。当女孩们画上细眉，穿上厚底鞋，走在涩谷入口时，她们是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这种身份归属感让109从一个商场变成了宗教圣地。安室是日本 Garu 文化的重要引爆者，同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音乐和潮流市场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代表了更加成熟、更加利落、更像大城市夜生活里会发光的人。进入2000年以后，他没有吃小事的老本，逐渐把重心转向更加成熟的 R&B、Hip-Hop、电子流行舞曲，出现了像 Style、Play、Best Fiction、Love Story 这些大热专辑，从日本国民女星往更国际化的方向前进。从今天回看，安室那套和世界级制作人合作，但保持了东亚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做法，在亚洲属于先锋级别。当时整个华语圈和韩国的时尚杂志、MV、综艺、唱片封面都在不断复制它的模板，因为它改变了3件事：第一，亚洲女歌手的刻板印象；第二，都市女性的时尚想象；第三，和日本流行音乐在亚洲的穿透力。她不是单纯的 J-pop 明星，因为别的市场都在买她的歌，学她的妆，模仿她的身体语言，甚至把她当成偶像工业的学习模板。她对当时的韩国创作者形成了巨大的刺激。J.Y. Park 多次谈到自己受她影响很大，还想为她写歌。因为安室把时装、舞台、R&B 和强表演能力捏成了一套自己的语言，这套方法从今天来看，就是当下韩流 K-pop 工业放大的初始语言。2010年，他在 World Music Awards 拿到了亚洲奖项。到了2015年，安室在亚洲巡回时，依旧引发了超过100家媒体追踪、上万名粉丝接机的现象。在安室之前，东亚主流歌手没有一个人把音乐、偶像、潮流工业做得这么完整。他等于把一种后来整个东亚艺人的完整形态提前给做了出来。最后，安室在2018年隐退，也没有晚节不保，他把传奇停在了最合适的位置。当安室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些女孩不禁在问：除了变得和安室一样酷，我还能不能更复杂、更自我，甚至更病娇的表达？这时候，涩谷109的看板上出现了一双巨大、带着长睫毛，仿佛能看透你欲望的眼睛。它就是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滨崎步最独特的地方是歌词人格特别强，他的歌基本上是自己来写的。早期的歌就带有强烈的第一人称视角，比如自己的恋爱啊、失落啊、孤独、受伤啊，甚至自我救赎都会写进去。这个和很多歌手都不一样，他不单是唱得好被大家喜欢，很多人会把他的歌当成自己的内心独白。包括当时的媒体也反复强调，滨崎步卖的不光是歌，他的作品有着非常完整的世界观、活法和情绪人格，所以他才会被很多人当成时代级人物。其实滨崎步一开始并不像安室那样唱跳出道。1993年他从福冈到东京以后，开始出演电视剧、综艺和广告，直到去了纽约做声乐训练。98年回到日本才作为歌手出道。当年推出第一首单曲 Poker Face。1998年是日本乐坛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那2个平成歌姬同时出道。在1998年12月9日，宇多田光凭着 Automatic 正式出道，这个单曲累计销量206万张，而 Poker Face 的累计只有 6.7 万张，这几乎是压倒性领先。但谁也没想到，99年1月，滨崎步首张专辑 A Song For 一推出就创造了100万销量记录。那时候，涩谷的大街小巷也开始了 RU 系的流行。按照当时 Vivi 的说法，不光是只模仿她的穿搭，是全身 copy。日本女生从发型、服装、妆容、睫毛，甚至连指甲都整套模仿。很多辣妹开始停止晒黑，转向追求更白、更透明感的肌肤。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明星带货了，这是一种文化统治力。街上开始出现大量她的影分身，这些影分身带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词语 White Garu 白辣妹。这些变化对化妆品、发型店、服饰店、配件消费都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所以滨崎步加涩谷109品牌成了当时默认绑定的涩谷代名词。2000年后那段时间，滨崎步在音乐上开始分神 ，Seasons Surreal 成为大热歌曲。2001年3月28日 ，Abest 发布，和宇多田光的 Distance 又是同一天发行，在华语圈被称为328大战，这也是当时日本流行乐坛巅峰对决的标志性事件，也叫平成歌姬顶上对决。首周销量上，宇多田光 Distance 大概300万张，滨崎步 Abest 差不多287万张。
两张专辑到现在依旧是日本专辑首周销量前2位。但滨崎步不是只会写一种风格，他可以写痛、写爱、写决绝，也可以把舞台做得非常夸张和华丽。所以他的出现在那个时代不光是一个当红歌手，几乎成了平成时代 J-Pop 文化的接口。他从2001年到2003年连续3年拿下了日本唱片大奖，在2012年突破单曲和专辑合计5000万张总销量。就算到了2026年，他的某些记录还在继续刷新，说明呢滨崎步还真不是某几年爆了一下，他是把记录、销量、存在感同时拉满了那种顶级歌姬。同时他的社会文化影响还不止穿了什么，他2000年前后，当时日本社会本身带着非常重的压抑感，年轻人会去模仿滨崎步的服装妆容，买他的音乐作品，看他的演唱会，很大程度上是抓住他身上那种时代的发光感。滨崎步对年轻一代的女性的意义不只是审美对象，更是情绪避难所。好，第3位是最魔幻的，他是涩谷听觉商业和文化的改写者，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平成歌姬，他的出身非常特别，他的出道方式也非常反常识，他一出道就把日本流行音乐的底层语法给改了，没错，就是宇多田光。宇多田光出生在纽约，小时候长期往返美国和日本。他的父亲宇多田照实是制作人，母亲藤圭子是知名的演歌歌手。这种家庭和跨国成长背景直接决定了他后来音乐里非常少见的东西，就是天然的双语、双文化、双审美的歌手。这直接决定了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不会像传统的 J-Pop 被封闭在日本本土体系里。他真正震撼市场的是前面提到的1998年12月发行的出道单曲，直接干到了双百万销量，一下子就跻身了顶级艺人行列。那年他才15岁。正常新人是慢慢爬，他是直接空降改朝换代。紧着1999年的 First Love 又把记录抬到了更为夸张的地步，全球销量突破了1000万张，也打出了日本唱片史诗级的记录，而且到现在这个记录也没有被打破。这首歌是日剧《魔女的条件》的主题曲，当时火遍亚洲，几乎没有年轻人没有看过这部剧，有听过这个歌。First Love 几个月就刷新了日本 CD 销售记录。Distance Deep River 又把他从超级新人瞬间变成了日本流行音乐的顶级核心人物，光前3张专辑就是一整个王朝。宇多田光为什么会这么猛？核心不光是天赋，因为他把 R&B、流行旋律、日语节奏和英语语感混成了一种当时日本市场几乎没有见过的表达方式。这张专辑既有革命性，又有大众性，甚至改变了日本主流流行音乐的 DNA， 所以他完成的是一种近乎碾压式的出道方式。到了 Hot Station 这段时期，他开始进入了真正的创作型歌手状态，销量层面还是很强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作品写得更加深、更加的怪、更加的私人，同时把商业也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他的国际认知非常特殊，对很多亚洲听众来说，他是 First Love 的作者，但对游戏圈来说，他是国王之心的系列主题曲的声音，像 Simple and Clean、Face My Fears 这些歌，让他在日本流行乐之外有了全球识别度。好，说到这里，大家会有疑问，他和涩谷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如果安室和滨崎更像涩谷街头的外观设计师，宇多田更像涩谷听觉文化的改写者。什么意思？首先对于的是涩谷唱片店音乐零售层的改变。涩谷本来就是东京最重要的唱片消费现场之一，大量的发售都在那儿举行。宇多田光的唱片体量对涩谷音乐商业是直接碾压式的，到今天还会围绕着他做大规模的实体活动。2022年，涩谷为他8张原创专辑黑胶专门做了大型快闪活动。他对涩谷作为音乐消费圣地的拉动是可以穿越年代持续变现的。其次是涩谷的声音审美和都市气质，它不是109系统里那种街头外观女王，但它把涩谷从卖形象的地方升级成了卖文化、卖声音、卖都会感、卖新东京气质的关键性人物。所以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把高销量和高级感两件会互相打架的事儿给打通了。它既能写极度大众的旋律，也能把语言节奏、情感结构做得很细腻。那些歌词落点、和声走向、英文和日文的咬合都非常高级。安室奈美惠改掉的是街头轮廓，滨崎步改的是外观模板，宇多田光改的是整个时代听觉消费这件事的标准。所以你问到底是谁缔造了涩谷商业最有魔力的10年？不是109单独做到的，也不是哪个歌姬单独改写的，真正的答案是一个时代的经济废墟，一座被迫改变的商场和3种不同的女性模板，刚好在涩谷这个十字路口撞到了一起。涩谷厉害的地方不是它有多潮，是它能在旧时代崩塌之后最快长出了一套新的欲望语言。昭和泡沫死掉以后，涩谷没有跟着本一起埋葬，它反而靠着年轻、便宜、野蛮、有生命力的一群人，重新长成了全亚洲都羡慕的潮流神话。这也是它为什么到了今天依然像一个现实世界里的巨大姐姐。我是儿童，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